第59章，拍卖结束。肖战此话出口，全场略微有些寂静。半晌后，一道道幸灾乐祸的目光便是移向了满脸铁青的加列币。10万金币购买一瓶筑基灵液，这家伙真是够豪爽啊！望着脸庞抽筋的加列币，萧炎低下头，忍不住的轻声笑道。望着幸灾乐祸的萧炎，虚儿莞尔，轻笑道：一般的2品灵药，市面上顶多3万金币左右。筑基灵液这种能够提升斗之气修炼速度的奇药，一般颇为罕见，所以价格也要高上不少。不过用10万金币来购买它，那加列币也的确很豪爽。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咂了咂嘴，有些向往的笑道：一瓶2品的筑基灵液便能卖几万金币，我想那些强大的炼药师恐怕个个都是肥得流油吧。炼药师是斗气大陆上最富有的一种职业，这倒的确不假，每一位炼药师财产也极为丰厚。虚儿笑盈盈地点了点头，目光扫过台上的筑基灵液，道：不过当炼药师的品阶越来越高时，他们就很少会再出来拍卖所炼的灵药，那时候的他们将会选择以物易物，金钱已经很难再打动他们。以物易物，眉间悄悄一挑，萧炎有些明白药老为什么私藏那么丰富了。用功法、斗技或者罕见的药材、高阶的魔核等等这些东西来从炼药师手中换得灵药。红润的小嘴翘了翘，虚儿轻声道：所以说炼药师是大陆上最让人极限的职业，所有人都想成为炼药师，可那种近乎苛刻的条件却是断了无数人的念头。望着小脸略微有些遗憾的虚儿，萧炎摸了摸鼻子，心中为自己的灵魂变异而庆幸不已。停下了说话，萧炎将目光转向另外一边那脸色铁青的加列币身上。同样是被肖战的话震得愣了愣，加列币傻傻的望着放弃的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肖战，眼角急促的抽动着，半晌后方才声音有些嘶哑的道：混蛋，你又给我演戏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只是最近你头脑不太清醒，演得有些假而已。肖战淡淡的笑道，语气中不无讥讽。好，肖战，这口恶气我加列币记住了。深深的喘了几口气，加列币眼瞳阴冷而怨毒。对于这种威胁，肖战直接无视，冷笑了一声，转头对着台上的亚菲笑道：亚菲小姐，进行最后的拍卖吧。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亚菲面上保持着含蓄的笑容，心中却是不可自制地失笑了出来。这次的拍卖价格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，而拍卖的价格越好，他就越能让的那位神秘的炼药师对拍卖会产生好感。冲着脸色铁青的加列币送去安慰的笑容，亚菲再次弯身取出最后2瓶筑基灵液，嫣然一笑，红唇微起：各位，这是最后一批灵液了，拍卖底价依旧是3万金币。见到最后一批灵液出来，坐在肖战身旁的几位长老老脸顿时一颤，赶忙对着肖战投去隐晦的视线。淡然地坐在椅上，肖战没有理会几位长老的眼色，目光环视了一圈平静的场内后，方才淡淡的道：5万。听着肖战出价，加列币脸皮再次一抽，嘴巴动了动，可一想到资金的短缺，他也只得恨恨地闭上了嘴。另外一旁的奥巴帕望着那脸色淡然的肖战，眉头皱了皱，手指在手背上轻轻敲了敲，眼眸微微闪烁，旋即笑道：5万5。乌坦城3大家族的关系很有些诡异，明明都想吞掉其他2个家族在乌坦城的产业，可却又怕独自动手，某方会坐收渔人之利。然而若是联手，却又避免不了互相猜忌，所以在没有将对方一举歼灭的把握之下，3方都只得维持着这种脆弱而诡异的平衡。3大家族彼此都是各有芥蒂，谁也看谁不顺眼。别看先前奥巴帕对加列币冷嘲热讽，现在轮到肖战出价了，他即使并不会如同对待加列币那般，不过小小的提一些价，给肖家造一些小问题，还是非常乐意的。奥巴帕的提价并未让肖战脸色有什么变化，随意的瞥了一眼，淡淡的道：6万5。6万5的价格也是有些超出筑基灵液的市场价格了。不过肖战心中也清楚，在3大家族的竞拍中，想要以低价成功购买到灵液，明显有些不可能。肖组长真是豪气，不过我可是怕会被你牵绕进去，
这筑基灵液我也已经购买成功，这一次的就让给你们吧。瞧着肖战加价，奥巴帕略微迟疑了一下，看来先前加列必吃的大亏，让的也警戒了许多。瞧着皮笑肉不笑的奥巴帕，肖战也是附和着笑了笑，靠在椅背上，用低低的声音道：妈的，又让老子多出了1万，这王八蛋也不是好人。闻言，萧炎有些好笑，在这种竞争下，哪还有什么好人？若不是对方怕重复加列币的覆辙，恐怕还会加上一些才肯罢休。手指曲弹，萧炎望着台上那将小锤子敲下来的亚飞，心中轻轻地松了一口气，这笔钱又能支持自己挥霍一段时间了，现在只要药材到手，就能让老练之躯气散了。斗者终于不远了啊！舔了舔嘴唇，萧炎长舒了一口气，这道修炼图上的第一道坎终于要被自己跨过去了。